川普他这是很聪明的一招，就是他知道传统媒体对他相对比较不友善，他就上这些Podcast 因为大家比较不会剪辑，大家会呈现真实的一面。对，所以有评论就说，甚至他们觉得 Podcast 跟 YT 的像这样的节目形态，像这样的资讯的传播的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的一些传播的就过去传统的生态。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陆夏佳璐。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那川普呢再次入主白宫。而在大选票开出来之前呢，各式各样的民调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呢，哇，选情非常的焦灼，民调看起来非常的拉锯。可是票开出来是完全没有悬念，最后选举人票，川普拿下312张，贺锦丽226张，根本就是差距有点悬殊。而且川普其实在7大摇摆州还有甚至普选票都是全赢哦。不知道开票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狐疑就出现，说那时候看新闻讲的觉得两个人选情感觉起来很紧张很焦灼啊，怎么开出来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主流媒体所给的一些民调数字，或者是从主流媒体看到一些观察跟实际上开出来的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讲到这边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一集是在自打脸的一集吗？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这位来宾，我再次来我们节目当中是 Podcast M 观点的这个主持人 M 大，Mila你好。Hello 露露主播好 ，Hello 新闻幕后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为什么找 M 大再来呢？其实是因为 M 大他自己就 po 了一个文哈，就是在选前对不对？对，选前1个礼拜。你那是选前1个礼拜就出来了，我还以为是选前1-2天了，选前1个礼拜出来，然后就是针对7大摇摆州，然后你评估出来的，我们做了预测，就是说每一州谁会赢，那赢多少比例，因为你只预测谁赢谁输太简单了，所以我们会预测说这一州谁会赢几个%这样。对，然后后来出来的结果你自己说。我们最后出来的还蛮准的，我们的平均，因为我们预测7大摇摆州那个川普都要赢，所以其实这个结果是对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均的每州的误差，这7个州的平均只有1.2多个%而已，所以其实是蛮接近最后选举的结果。所以我只知道说你那个猜7个会赢是很厉害，可是我不晓得连百分比你都猜到这么的准，所以我就先来问一下就像我刚才开场讲的这一次我们自己主流媒体在报新闻，常常数字都会是从 CNN 那种大家知道福斯啊 CNN 就是你讲得出来那些大媒体出来的，那民调的机构也都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些民调机构，路透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一直都这么的焦灼，但你却可以在这当中看出一些猫腻，然后非常的精准的做出像最后的这样的评估，到底为什么？我觉得首先因为刚刚露露主播你说的，其实为什么媒体跟民调看起来跟最后选举结果有差异我觉得这里面有2个因素我们需要把它拿出来看。对，第一个因素是我觉得媒体这边本身在报道的题材选材方面就有一点点它的一个误区了。第二个部分只是民调本身也有它调查不出来的地方。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好了，就是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因为我很关注美选嘛，所以台湾的媒体对美选的报道我都会看。对，我记得在选前最后的那个周末，我看到台湾的最多的媒体是在报道一个来自于 NPR 就美国的公共广播电台以及 Marist 大学合作的民调，这个全国性的民调贺锦丽领先4个%，所以我整个周末都被贺锦丽领先4个%的这个民调洗版了。可是问题来了，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选举前最后1个礼拜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民调机构都在那个时候做出他们的全国性的封关民调。在同一天其实有另外2个民调，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调，一个是 NBC 就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还有另外一个民调叫 Emerson， 这2个他们是2个不同的民调，他们都做出2边平手的民调而且 Emerson 也算是在这个所谓的民调里面算是还有一定权威的一个机构。更重要的是还有另外一家民调机构叫做 Atlas Intel， 它其实是从2016年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2018年期中选举，2020年选举，2022年的期中选举，它这4次选举它都是最准的一家民调它做出川普在普选选票全国民调赢2个%的一个民调所以其实你如果只看媒体的报道，你好像只看到1则民调，可是如果你真的有持续的关注选情，你会在那一周你会看到10个民调，那这10个民调里面当然有些是
比较不具参考性的，对，有些是比较具参考性的。所以像我刚才讲这些民调，它其实每一家都蛮具参考性的哦。如果以美国总统大选的预测来讲，甚至我刚刚讲的包含了 NBC 就算了，因为 NBC 它不是那么常态在做民调，可是无论是 Emerson 无论是 Atlas Intel 这两家，它都是有可能每个月就会做一次民调，而且它是常态性在做这些美国的选举民调的，他们的结果就更能够参考。因为你知道，如果一家民调机构它常常做民调，你知道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去检视它的方法在过往产生的误差，就是它在选民取向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误差，它在方法论问题设计的部分有没有一些误差。所以如果这些民调是非常常态性的在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它的过往记录来评价它的准确度。是，所以我觉得当时对，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当时的媒体全部都挑了 NPR 这则民调来讲，贺锦丽领先4%。可是就算把你刚才讲的2个数字拿出来，也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选举，也不会出来这种最后川普大胜的结果啊。其实我们说最后川普大胜其实是选举人票大胜啦，对。但是如果我们看普选选票，大概就赢1.多个%而已，所以它其实还蛮接近我们刚刚讲的 Atlas Intel 的这个全国民调赢2% 的这个预测。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刚刚讲有2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媒体的选材，但是我觉得从2016年川普开始选第一次总统，2020年选第二次，到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现象，叫做川普是真的有隐性选民的。你知道在所有的选举里面，落后的那一方都很喜欢说我们有沉默的大多数，我们选民现在民调不会表态，可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有些时候他只是用来鼓舞自己人的士气。可是川普事实上他在过去这3次选举，他以及包含这一次，因为这是第3次，他都明确的在民调方面被低估了。所以这并不是民调公司做的不准，而是有些选民他的习惯。对，因为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相对比较支持贺锦丽的，他们就会跟我说，对 Mila 我知道前2次川普都有被低估，可是呢民调公司不是笨蛋，他也不想做出落差很大的嘛，所以他们会去修正他们的民调方法，然后让这一次选举更接近。可是我们就要回头去思考，他们有办法修正吗？其实你认真思考过，他们没有办法修正的因为你去想民调公司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好，我在这一个州或在这里面通常共和党会有多少人出来投，民主党出来多少投，它这个叫做 sampling， 所以我有个正确的 sampling， 我的年纪什么什么都要正确所以我就一个正确的取样，他能够做到最好就是这样。那我现在假设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50岁到60岁的男性这群人里面其实可能有2种人一种是非常支持川普的，还有一种是他可能也支持川普，但是没有那么支持川普，就是如果他们同样都是共和党的候选人，那如果非常支持川普的这一群人呢，他每次接到民调他都选择不回答，因为他可能对传统媒体都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他就像我们接到我接到什么推销电话都直接挂掉，对不起没空，就他可能接到民调电话都是这样。那第二群人他一样是共和党选民，他一样是这个年龄可是他里面愿意回答问题的人可能比较多。问题来在这2群人中，川普的支持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再怎么透过 sampling 这个取样的方式去修正，你都无法修正掉这个部分。如果今天我们的假设是有一群最支持川普的选民，他们也是最不愿意接民调的话，那任何民调机构都无法修正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唯一的修正方式就是，好，那我猜上一次川普有被低估，那我能不能在这一次我自己加权回来？这不行嘛，因为你在方法论上不容许你这样去做，你就是请问，如果你要加1%，你到底你的信心从何而来？也没有，所以最终这些民调机构它都很难做出这样子。那为什么 Atlas Intel 很准呢？我猜测啦，因为他们也没有讲的，我猜测他们可能有效的掌握到那一群选民，他的 sample 里面他知道有一群选民，他有办法去掌握他们。我猜啦，我猜这可能是他的民调跟别的民调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观察民调，你就是必须要长期，然后趋势性来观察，还包含他过去的历史记录来观察，这是一个嘛，对不对？对。然后刚才你另外讲到一个是主流媒体的误区，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主流媒体当然会参考国外的主流媒体。对，那如果国外的主流媒体他选择了报道 NPR 的这个民调，那你可能也会跟着一起报这个民调，那你最终就形成一个印象，贺锦丽领先啊。很多人你说台湾，你如果没那么关注选情，只是看台湾的新闻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贺锦丽领先。最多就是你看到5个新闻里面有2个说贺锦丽领先，有3个说选情焦灼。对，但是你没有看到川普的胜算很大的，你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可是
我们为什么在我们选前1周就会觉得川普这个胜算很大？就我们刚刚讲民调不准是这2个问题嘛，那你更深入，你就是要看7大摇摆州的民调。那在7大摇摆州的民调里面，其实我们如果深入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因为7大摇摆州跟我们刚讲的总体全国民调也是类似的，就是它有很多机构在做，对，而且有很多 local 的啊，我们是这个宾州的某个大学，我们就只做宾州的，我们是乔治亚州的某个机构，我们只做乔治亚州，所以你一样会回头去看这些民调，他自己本身第一个，他们过去我们常常做，他那种偶尔才做一次，我根本不看，然后他可能1年只做1次的，对不起，你就是蹭个热度，我们就不看你，可是你有过去的 trade record 我才能够看你过去准不准，我们才能够参考要不要思考你要不要把你的东西列入参考嘛。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像我为什么能够预测这7个，我就是把这7州的主要的这个民调的这个可信的机构的民调拿出来，然后再加上我们对于隐性选民的一些预测，然后就会推出我们的一个结论。所以你有自己的模型在推？对，我们会做自己的模型啊，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很直接的胜负，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不能投票。对。但是我觉得以全世界关心国际局势，然后像我们喜欢做美国的股票投资的人，我们当然会还蛮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好玩，但是也去测试自己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角度。所以有经过了这一次过程啊，就可以重新再来检视一下。包含我其实之前有时候看到你在 Facebook 上 po 的文章啊，我都会觉得你有时候关注的一些新闻的角度不会那么只是单方面的从主流媒体的论述去论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讨论，因为台湾确实我们常常都是收外媒的讯息，然后再编译之后整理呈现给观众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你进来的就是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为主，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客观事实跟主观想法，有时候你分不清楚你觉得他呈现给你的应该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其实中间有掺杂他们自己的立场，他们自己的主观想法，有的时候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尤其一般的民众，这中间这更是没有办法看得很透彻。但我觉得你好像有办法突破这个盲点。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讲起来有点可悲啦，可是这里面会有这样的关键，就代表因为我已经对于所有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我已经丧失信任了。我曾经也是很相信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的，但是当你开始比较深入对，像刚刚露露主播说的，其实本来媒体的做法应该是事实，客观事实归客观事实，当然你可以有主观的看法嘛，因为新闻台也可以有立场啊，对，那你只要能够把这2个东西切割的清楚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自从2016年川普第1任上任之后，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就开始大量的把这2个东西混在一起了，他们已经开始把大量的自己的想法放进他们的新闻报道里面。我觉得一个最知名的例子这已经跟这次选举无关了，就是2020年川普跟拜登选举前最后1个礼拜，那时候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就是他的儿子 Hunter Biden 的笔电，对，那个电脑，这个笔电呢，在当时所有的媒体在第一个时间就出来说这是假新闻，这是俄罗斯资讯战。你要知道我实在是很怀疑，如果你今天是个媒体，你怎么有办法在1个小时内确定这件事情呢？所以理论上你不应该去做的是求证吗？可是他们很明显他们没有求证，他们就直接做了这个做法，结果随着川普落选，那这个案子后来一直办，2年之后3年之后，大家发现这是真的，这是他真的笔电。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真的跟着媒体一路走过来一件这件事，你觉得你还会相信他们吗？我觉得有句英文不是说吗 Fool me once, shame on m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对不对？你骗了我一次。对，如果你骗了我一次，我真的被你骗了一次，我还要被你骗第二次，就是我是傻瓜，对不对？信任建立很难，信任摧毁很容易。我的信任就是这样被摧毁。我以前也是纽约时报我很相信这大媒体，虽然我知道它偏左派，没关系，大媒体总要为自己讲的东西负责嘛。华盛顿邮报，哇，这个是新闻界中的一个标杆，可以信任，对不对？久了，你发现没有，他为什么在这个议题、这个新闻他刻意扭曲报道？为什么在这个新闻他断章取义？这种事情你越看越多，你就对他们信任感就越来越糟。对，所以我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因为国外有 Twitter 嘛，现在叫 X，就是任何一个比较大的争议性的新闻，我习惯先在上面去找两边的看法，两边的看法，然后就是因为而且这些网络的这些 X 上面这些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会有第一手的资料。你去找，例如说是媒体在 X 上面的 po 文，或者是找谁在 X 上面 po 文？找政治人物还是找谁？就是找一些
上面的 KOL， 找上面的这些 KOL，那这些 KOL 因为两边都有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些时候呢是川普讲的一些错误的东西被纠正，但是反过来也有一些是指责川普的错的东西实际上是错误的会被纠正。那你久了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推理的一个体系，就是好，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先去看看是真是假。我现在已经不会相信任何媒体报道，你就会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对不对？对对对，要让子弹飞一会儿，而且甚至我们要主动的去看看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重要的 KOL， 他们有没有提出不同的证据跟不同的说法。是，但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毕竟在台湾看美国选举，然后他们那时候打得这么的热闹，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啦。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如果事情发生在台湾的时候，你光是事实求证啊什么的，你都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嘛。可是投票明天就要投了，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不过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选民我觉得至少在美国选民，我觉得大家已经慢慢开始习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说1个礼拜前做民调就够了？因为我相信在最后1个礼拜，除非真的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否则任何新闻出来都不会改变投票意向。也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选民也开始知道一件事，就是网络上看到的任何消息都有可能是假的。所以他不会那么容易一个新的新闻出来就改变他的一个看法。所以你也不会说到全然都不相信主流媒体给你的讯息，只是你是会去旁敲侧击的想办法再去听到另外一方的说法。应该讲说，你看今天主流媒体出来，那主流媒体一定有他的说法嘛，所以你可以先比较几个主流媒体之间的差异。对，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因为你知道国外这个 Twitter 上面那种很知名的那种政治评论的 KOL 其实很多，每一个都是几百万订阅的。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多的订阅，他一定有他的讲的东西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性，就算不是100%正确，就算他有他自己明确的立场，那你就这几个人看下来，他们会各自把他们认同这个新闻报道的事实或者不认同的事实都贴出来。那我们最终就是看事实嘛。所以我后来就已经很习惯，我们就要回头去看这个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所以你来回看是一路看下来耶，不会针对某一个事件看耶。对对对，不会针对某个事件，我们就是每一件事都看。可是每一个人戴的可能是有色眼镜，今天刚好碰巧他讲对了，可他那个有色眼镜还是戴着的，下一个事件不代表他一定就会讲的对。对，所以你不能担心任何一个人，就算是网络这些 KOL 跟媒体也是一样，你也不能单一信他，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这件事讲对，但另外一件事他讲的很瞎，但是你就知道，因为大家对于 KOL 的要求标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说好，反正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然后我也知道你尽力去用你的立场做出最好的分析或者是资料的一个提供。但是我不会尽信你啊，我也会看一下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反驳你。那这一点我就必须要给那个 Elon Musk 一个很大的一个赞。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买下 Twitter 之后，大概在前几个月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动，就是他把社群的标注加注这件事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任何的讯息如果有点问题的话，它下面是会有一些社群的人会说，你讲的东西是错的，这支影片你说这个影片是上个月贺锦丽做什么事，没有，这支影片是3年前贺锦丽做什么事，下面的人就会有加注。下面的人是谁？是网友吗？还是就是网友？可是他是挑一群有公信力的网友，然后他会特别把这些留言把它就是例如说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会让大家比较对，就是你看完第一则资料之后，他的下一则就让你看上面那则资料有问题而且这个部分甚至连马斯克自己的推文都常常被纠正，因为马斯克常常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也没太多时间，他看这个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不对，来转发，一转发之后他下面人就说没有，你转发的东西是错误的，下面人就会去纠正他就进行到一个自我修正的一个系统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花1分钟讲一下，我觉得他的系统做得很好。他那个系统是说，你想今天假设露露你讲一段话，这段话一定有些人支持你，有些人反对你。那你如果只让支持你的人写，你就讲的没问题嘛，对不对？对。反对你的人就说你一定有问题嘛？那到底怎么样确认这个有问题呢？他们有一套系统，就是假设你今天反对的人写的东西，就是你露露哪边讲错了，我纠正你，对不对？这个东西呢，要让支持你的人也认同，他才会放上去。所以他就得做出一个东西是两边的大多数人都认同的。所以你可以讲，今天如果是一个不利于川普的一
内容修正，他必须要得到支持川普的那些人，他也认同这个修正 ，OK， 所以他才会贴上去。所以他贴上去的东西，我自己对他的信赖度是还蛮高的。这个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每一次选举啊，这种社群的舆论战是越来越被看中了，也确实发挥越来越大影响力。我们在讲过往几次选举经验当中，在讨论，例如说2016年那次选战，在讲这种错假讯息，尤其是外国政府手伸进的错假讯息，后来被分析师在那场选战当中扮演非常大的关键角色。可是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没有错假讯息在网络上，但好像就没有这么被凸显出来，是因为大家心里头已经有警觉了吗？我觉得真的少很多，我觉得真的少很多，因为以我这么常关注这个美国这个大选的一个讯息，在 Twitter 上我整天来看，你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是指控任何一个人的东西，马上就会有另外一边的人来纠正说这个东西错，就是你刚才讲那个机制，对，他会有这个 community note 来纠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东西还是会出现对，这东西根本传不出去，很快就被打脸了。因为我就算是川普的支持者，除非我是那种已经很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我也不想传一个明显是错误的一个东西，没错，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一次就少了非常多这其实是一个算是比较进步的一个迹象这就几次选举下来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就是网络上的这些网民们自己有进步，然后这个平台的机制也有进步，那两个东西加起来就让这种所谓的 misinformation 的影响变小。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特别观察的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一次的选举啊，也特别发现自媒体就像你这样子的 KOL 自带流量的，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比 CNN 这种主流媒体还要更甚。主要讲的其实就 Joe Rogan 对，有人把他形容成像是台湾的馆长，但是我好像觉得还是不能比啦，不大一样。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角度来讲，他的影响力要比馆长再多10倍，可能是一些身形吗？我不晓得，所以我有那样的理解。对，因为他身体很壮。其实 Joe Rogan 呢，他其实是他做这个节目做很久，他在 IG 上有2000万的粉丝，他是全世界最红的一个 podcast 主持人。有人这样说，他每一集节目收听可能是破亿次。他在 YouTube 上面就有几千万次，2-3千万次那他专访川普那一集好像就4-5千万次。那他在 Apple Podcast 也会有人听嘛？对 ，Spotify 上面也会有人听。所以如果这3个如果依照美国的市占率，大概是1:1:1的。所以我先帮大家来做一下说明。Joe Rogan 呢，就是非常红的一个 podcast 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他的访谈风格很特别，他就是跟你聊天，对，他跟你聊，而且聊2-3个小时。对，然后呢也都不剪辑的，就是3个小时就直接给你上架节目，你就是3个小时你在那边慢慢听，跟你聊的时候什么都能聊，也不设限。对，他不会只给你聊一个主题。然后他好像听说也不给访纲的，就现场反正我们就聊嘛。对，他不会实现给访纲。你看像他专访川普，他们先聊摔跤他们俩都很爱摔跤，他们摔跤聊20分钟他后来选前最后一天访了 Elon Musk， 他们先聊打电动对，所以他有点类似说，他一次2-3个小时的主题，他2-3个小时的一个访问，他会聊就看现场的感觉7-8个以上的主题，对，然后聊非常多。然后他跟川普那一场，我听说川普就聊之开心。其实川普下一个行程他是要去一个造势会场，他就是已经都迟到了，应该要他上台讲话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他说不然我们不能讲，我们要走，然后就这样就结束那场访问，非常有趣。然后我自己听了，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JD Vance， 因为后来他也访了 JD Vance， 他们那个很你会觉得好亲切然后讲了很多生活面向，或是 JD Vance 那时候是怎么样接到川普的这个邀请，然后问他要不要来做他副手，那整个过程都讲，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吸引人，或是你能够真的比较去认识这个距离你很遥远的候选人的一个管道。结果这次就评价就觉得说，基本上 Joe Rogan 在这一次川普的当选还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甚至觉得比主流媒体还要更关键。我觉得 Joe Rogan 的节目对于这次川普帮助真的还蛮大的。因为你要想川普一般来讲会，如果今天不上 Joe Rogan 的节目，或不像这种一般我们讲的 podcast， 他会怎么样？第一个，他会有竞选场合的演讲嘛，演讲里面一定都很激情，对，批评对手这个拜登做得多烂什么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很激情的东西。对，然后你如果上些这个正式的这些所谓的传统媒体的一个访谈，也都会是攻防，会攻防。对。可是你知道吗？当你上 Joe Rogan 这个节目，你展现出来是你的生活化的一面。对，我们就聊天嘛，就像我们现在聊天。对，他就是聊天。所以你想
其实很多人要选择要不要投他，我如果只看媒体上面的川普，可能会得到一个很极端的印象，你可能很极端的支持他，或很极端的讨厌他。但是当他听了 Joe Rogan 的访问之后，你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我们隔壁的邻居的大叔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阿公，78岁的阿公，就可能就像你家的爸爸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很多事情高谈阔论，但有些东西讲的很瞎，但是有些都会夸张的讲话，但是是一个有趣的人，是个生活化的人。我觉得这个形象对于他他在媒体形象是差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助于缓和一些他在媒体上相对比较不利的那样的形象，或比较尖锐的那种，比较讲话很苛刻的那种形象。而且你要知道，其实你要知道，川普有些时候你讲话，你觉得他很苛刻，都只是因为那个是被剪出来。对不对？你如果放在这整个情境里面，就觉得这是个哈拉中讲的一个话，你不会那么 serious take care 那句话。对，但是因为被剪出来，你只剪那一句，你就觉得你讲话怎么这么命，对不对？这么尖酸刻薄，对，这么坏。那你知道？讲到刚刚那个 JD Vance 的专访，你要知道那个位置是那好像也是3个多小时，那个是贺锦丽让出去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原来是要敲贺锦丽，没敲到。对，其实本来在川普上这个 Joe Rogan 的前1周，那个时候贺锦丽阵营跟川普阵营都传出要找 Joe Rogan， 然后 Joe Rogan 也都答应了。结果呢，后来呢，贺锦丽阵营就反悔了，就空了一个档。那你知道贺锦丽阵营为什么反悔吗？因为他跟 Joe Rogan 提了2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 ？Joe Rogan 的录音室在德州，他说不行啊，你要来我这边，我不要去德州。第二个是什么？Joe Rogan 的节目2-3个小时嘛，他说不行，我们贺锦丽专访只能1个小时以内。那我们先不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了，可是 Joe Rogan 最后说，那没有办法嘛，其实你要来你就配合我，我对川普是这样访，我也是对你这样子访嘛，而且。Joe Rogan 不会对访谈的人不友善的啦。你说贺锦丽上 Fox News， 你说 Fox News 相对比较不支持他，对他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合理。Joe Rogan 是一个任何人上来，他都对他是相对友善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Joe Rogan 会故意找你麻烦。但是最后贺锦丽他没有自己的考量，就选择不上了，就空出一个空档，就送给 JD Vance 啦。那所以好可惜，所以去想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就像露露你刚刚问的说，这一次是 Podcast 占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在选前1个礼拜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凸显出一件事，就是到底是候选人比较需要 Joe Rogan， 还是 Joe Rogan 比较需要候选人。如果今天是 Joe Rogan， 他说我很需要访问贺锦丽，这对我来太重要了，对，对我的流量有帮助，飞到你贺锦丽在的一个地方，然后配合你的行程，你可能一天有你的竞选行程嘛，终于在晚上的9点到10点有1个小时的空档我去访你，对，没有，他不这样做。其实你要就是你要访就来我这边那所以其实你可以想到 Joe Rogan 的影响力真的非常非常大。我相信202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两边总统候选人没有人敢不上 Joe Rogan 的节目。我也是听了那一集之后，我还蛮喜欢 JD Vance 的。对，我觉得是。你有没有听完之后发现他的形象跟你在媒体的新闻报道看到的形象是不一样的？看不到，对，是不一样的。对，看不到他在访谈当中流露出来很有画面的一个。他其实不一样，因为他如果上电视节目的专访，他是一个政策辩护者他很会这个滔滔不绝、辩才无碍，就跟你呛声吵架的能力，他一流的。可是在那种3个多小时的访谈当中，你就会听到很多他跟孩子的互动啊。像我讲的这一段，我就觉得我刚才听，我觉得非常好笑。他说呢，他那一天就是错失了那个川普打电话给他的一个讯息，就是他非常多的 mailbox 里面，反正这个就是错失掉了，所以川普办公室的人就赶快打电话跟他说，你赶快回个电话，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他就回了电话给川普，然后川普就跟他说，你再不打来我现在已经要准备去找别人，这样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后来他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做我副手这样。然后那时候是好像是一个早上，那他说他7岁的儿子呢也就在旁边玩，可能在后院玩还干嘛的。然后川普就听到孩子的声音嘛，然后就问他说，那谁？他说我7岁的儿子。川普说，你叫他过来，你叫他接个电话。然后他儿子接电话，然后他就问他说，我找你爸做副手好不好？他儿子就那OK 呀，应该还可以吧，这样子。你看就是这样的对话，你平常不大可能有机会听得到。对，然后还有在辩论场或者在上节目，然后还有孩子跟爸爸之间在可能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互动，然后他跟川普之间在通话当中的怎么样的互动，你就会觉得说，好有人味好不是那种很远的距离你这样，我就觉得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有评论就说，甚至他们觉得 Podcast 跟 YT 的像这样的节目形态，像这样的资讯的传播的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的一些传播的就过去传统的生态。
因为我觉得你看，其实川普这一次他非常大量的投资在 Podcast 上面，而且上 Podcast 最大好处是通常不用花钱啦，因为这些节目你就是去参加嘛。不过这些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 Joe Rogan 也没有什么特法费，就是对，但是你去想哦，其实像我自己对川普的一个印象是，其实我之前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听川普的任何非常长的演讲哦。但是因为我自己常听的一个 podcast 叫 All In Podcast，那 All In Podcast 他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在选举的前几个月就邀请了川普上去聊他的经济政策，因为 All In 是一个商业类的一个 podcast， 也是这种聊法很长时间吗？而且他有4个主持人拷问川普哦，然后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觉得，我听完的感觉是，川普其实不是不知道他政策的人，很多人都以为说川普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他自己的政策要谈什么，所以他是让他的幕僚来帮他准备。没有，川普对于他每个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定，包含了我们讲的关税哦，就说他可以讲出一大堆关税的历史，因为川普的经济政策里面最具争议的可能是他课关税这件事。大多数的人会说，你课关税会不会导致通膨啊？会不会对大家反而比较不好？川普，你先不要管你认不认同他，你在那个节目被问这个问题，他能够侃侃而谈，讲说以前的关税怎么样，现在关税怎么样，这个东西问题在哪边，你就知道原来你是真的有研究过这个东西的，你就会对他很多事情去改观。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他这是很聪明的一招，就是他知道传统媒体对他相对比较不友善，他就上这些Podcast 因为大家比较不会剪辑，大家会呈现真实的一面，对，这个时候他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他可以把媒体不会报道他的那一面报道出来。所以你觉得这对媒体生态来说已经造成冲击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看最近这2天的新闻 CNN 啊，一大堆明星主播他们要把它裁掉，因为他们的收视率掉很多。那你说他们掉很多，当然有 CNN 自己的问题，可是大家把时间都拿去听 Podcast， 谁有空看你 CNN 的节目，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今天在选前，我有2-3个小时，我想要知道一些贺锦丽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川普的资讯，我可以选择传统媒体，我也可以选择 Podcast。那如果 Podcast 有一些我本来就喜欢听的节目的专访，我当然就直接听 Podcast 啦。对，那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就掉很多。我自己也是传统媒体也是嘛，主流媒体也是，然后 Podcast 自己也经营。我其实觉得这2种媒体的载具在呈现方式上确实是完全不同的气氛。不过我觉得那也有本身结构性的问题，很难去调整啦。就目前来说，所以主流媒体还是有它必须要肩负的责任。短时间之内还是应该会在那样子的风媚底下进行。但是我觉得主流媒体要思考的是，他们到底为什么失去了这么多人的信任？你知道我们刚刚讲 Hunter Biden 那个案子，那是2020年的那个时候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其实是在2020到2024这4年来，他们越来越不相信主流媒体，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所以很多资料你都可以找到，网络上找到原始的档案。像有个很有名的一个东西，他们在美国他们叫做 Blood-based Hoax 就是一个假讯息。那个是川普有一次在竞选演说里面，他就说，如果我当选，我会对墨西哥生产的中国的汽车进美国课很重的关税。如果你让我选输了之后，拜登选上了，这件事情会对美国是一个血洗。对。然后呢，后来你看那一阵子的媒体报道，就是说川普说他没有选上会被血洗。他甚至你知道，如果你那个媒体的内文里面有说他是你有针对那个事情就算了，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就算你内文有这个完整的叙述，光标题误导，我觉得就已经不太可取了。可是如果你内文有写就算了，很多连内文都没有写，很多人就说川普在竞选场合说，如果他选上这个会血洗，然后这个东西呢就被这个民主党阵营拿来说，这个是如果你这次选输了，你会有暴动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影射，就用更扩大的来解释。那你去想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发现了这件事情是媒体报道跟真实发生的东西不一样，他会从此丧失对于这个媒体的信任。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哈，这次川普有很多新的支持者，都是传统的民主党的以前的大金主我们马斯克以前都支持民主党的，像有另外一个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了解，可是我们做投资很熟，他叫做 Bill Ackman，他是号称避险基金之王，他以前一直是民主党的大金主。那他这次跟民主党闹翻，主要是为了这个以巴这边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支持以色列的，但是民主党内的很多基本盘他其实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所以他们有些冲突。但是
他就 po 一个说什么事情让他从此对川普改观。所以说那个金主是支持以色列，但民主党有很多基本盘是支持巴勒斯坦。对，民主党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人其实都是很反对以色列，所以民主党这次这个有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这个就不同的选民，他就两边都为难了。民主党像贺锦丽他就不敢表态啊，他一直都不敢表态。那选前有个很好笑，就 CNN 做一个报道，他说选前1个礼拜。贺锦丽在 Pennsylvania 在宾州播放一个我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广告，在密西根，因为密西根的穆斯林选民比较多，他播一个广告说我支持巴勒斯坦的广告，然后 CNN 就把2个广告剪出来说，贺锦丽他怎么在2个地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已经没办法这样用了，因为你没办法，网络大家都会知道，对，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讲的那个 Bill Ackman， 你知道 Bill Ackman 他在某一件事之后，他说我发现我不再相信媒体对川普的报道，他是在有一次这可能是好几年前，那个时候有一次川普被访问说，因为在美国的白人里面有一群人，我们叫做极端的白人主义者，然后他们叫做 White Nationalist。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就你可以把它想成古代那种像3K 党这样，他们就是很歧视其他的这个有色人种，然后呢，就很多媒体攻击川普说这些人是 very fine people，川普说他们是非常好的人。我想起来了，你讲这段。可是你知道吗？后来 Bill Ackman 就说，我后来找出这个东西原始档案，川普讲的是说，来你们这些左派跟右派的，你们两边都有 very fine people， 对。可是在你们里面的这群这个白人种族主义很糟糕啊！你们在右派这群的，你们这里面的 very fine people 要跟他们划清界限，所以他那一段话的意思是讲要划清界限。但是后来传出来的，所以你知道 Bill Ackman 对那次说，我再也不相信这个媒体对川普的报道。对，所以我觉得媒体要试图要重新找回信任啦。媒体就像露露主播你刚才讲，媒体要把事实跟你的看法真的要切得非常清楚，你要告诉听众观众们，这里是我的看法，我觉得川普哪些不好，可是他没有做的事情或他讲的话，我要正确的去呈现他，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公司的 slogan 不是你所信赖新闻频道，我觉得那真的就是要人家信赖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就像你刚才讲的，我要取得你的信任很困难，可我今天回掉它非常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过去的历史斑斑可考，非常警惕我们自己在做媒体的人，你每一步累积起来的人家对你的信任，你都要好好的，这是你最重要的价值。对，你只要跟我说谎过一次，我就不会信任你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们到现在自己还有在专门做一个国际新闻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嘛？对不对？对，我们做一个叫做国际大事收藏版，对。所以你们自己在搜罗资料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说搜到了一些比较偏误性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在找主持人的时候，每一个主持人的立场都稍微有点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不会在同一件事上有。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彼此校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他最近在聊在马斯克的特斯拉在川普选上有什么好处？他讲的一个讯息是错的，因为我研究科技公司比较多嘛，我就告诉他，你这个错的，我们必须把这个修掉。所以我们就会做这些调整。那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录完节目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你刚才讲哪一段其实不是那么正确的，我们会彼此来做一个事实查核。对，那当然有些时候。节目已经出去了，也来不及改，可是我们至少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出现改进，对，会改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你抱持的心态到底是我做这个只是为了要宣传我自己想讲的东西，还是我们想做一个对于所有的收听人都有帮助的节目？真的，我觉得每一个做媒体做内容的人都要放在心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然后你要对自己做的内容你要负责任。你今天出去的东西，你如果觉得我原来收到讯息原来是错误的，就还是该做修正的，就是要自己要做修正。好，再次推荐一下你自己这个新的节目，其实已经不用推，有一段时间还冲到 Apple 不分区不分类别的第1名对，我们现在在新闻类也是排名在前面。对啊，对啊。不过那是因为苹果的排行榜对新节目有优势那个并不是我们的节目，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整个表现我也是满意的，特别是我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子，应该是你们节目推一下我们吧。可以啊，推有节目。那我们就邀请露露主播下次上我们节目。你上次上我们节目，我们就在节目中推销你。对啊，再次感谢。因为其实你们会讲很多台湾的嘛，对，我们会讲台湾的。我们其实就是 daily 新闻嘛，平常播到的，我觉得特别有兴趣的，都会喜欢拿来讲一讲。好，再次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这边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每个礼拜2、5更新上架，现在
乃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5星评价。那我们现在有粉专有 IG， 所以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同时也欢迎广告相互合作，联络方式一样都在节目资讯栏。再次感谢 M 大，好，谢谢露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时间，我们礼拜五空中再会，拜拜。